Hello， 大家好，现在是新一期会战 BOSS 的打法攻略。一将四形已经到3形态了，所以就从3形态开始做。前2个形态只会更简单，大家照着3形态来打也是一样的。简单来讲一下需要注意的技能。首先是第一个技能，会标记生命值最高的敌人，然后造成一个可以分摊的法术伤害。实战中这个技能的特效也是比较显眼的，就是这个蓝圈。这个技能出伤很慢，我们直接将圈内的所有角色都给移开，那么就不会受到伤害了。然后第2个技能则是会标记攻击力最高的角色，实战中的特效也比较明显，也就是一个红圈。这个红圈呢会跟随被锁定的角色，也是我们靠移动是没有办法去躲的，必定是会吃到第一段伤害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吃一下也并不致命。吃到伤害以后呢，头上会出现蓝色的标记，就是现在角色头顶闪电的图标，在区域内每一段时间都会增加1层，最高呢叠到3层，我们就必须得移开了。那为什么去吃到这个标记呢？是因为每一层天雷印都会给我们增加属性，每一层会提供15%的增伤，同背水一个城区。但要是吃到第4层了，就会无法移动和使用技能，并且相当于会被眩晕在原地。然后第3个技能星辰入境，就是一个全体的眩晕，特效呢也非常明显，就是地图场景会发生变化。现在呢是山和海，那么进入这个星辰领域的时候，就很快会造成这个全屏的眩晕了。相应的处理方法就是 BOSS 的下一个技能天雷惊梦，它会选取法抗最高的敌人，一般也就是我们队伍里的坚韧系角色。被选取以后，会每隔数秒造成1次十字格的法术伤害。比如现在李维是法抗最高的角色，那么待会儿就是他触发这个十字格伤害。可以像现在这样，提前呢把角色的站位布置好，这样当李维开始触发这个十字格伤害的时候，就能很快的把所有人都给解放出来了。最后是山河咒语，这个技能是一个全屏的伤害，没有办法打断，也没有办法躲避，哪怕是躲在 BOSS 身后的2个位置也是会被打到的。最后被动是免疫控制，也就是说这期的恩菲尔的表现会非常差劲，相当于是直接被搬掉了被动1跟枷锁，同时自己必杀的增伤还会被天雷印跟背水稀释，基本只适合在恐惧队出场了。好，我们正式来做一下各个队伍的打法。终于到家了，然后发现蒙里已经打到第4形态了，所以直接就来做第4形态的攻略了。那么先来做流血队的，流血队我们需要用到流血队4人加上1个洛克斯，以及呢我们去助战里去借1个戴伦，戴伦的烙印最好是高塔加逆位，如果实在没有的话就借个混沌也行。在借之前呢记得检查一下烙印，别借到空的了。好，然后其他角色的练度和烙印如下：洛克斯我们带库查，然后德利亚我这里是80级，大家如果是90级，其实可以在打法中尝试去把背水给开完，如果还是扛不住的话，就完全按我打法来就可以了。然后仅带的是星之伤，因为这期的 BOSS 它没有破核以后自带的异伤了，所以星之伤收益是很高的。然后李维带的是星象流4，最后胡椒还是带的魂猎加先行者。好，然后巨像全能携带背水，咱们直接开始。开局呢，我们直接开出1层背水，接着就正常的挂机输出。然后 BOSS 第1个技能呢是会放蓝圈，也就是蓝圈会挂在我们李维的脚下，我们此时呢直接把李维给拿开就可以了。然后正常输出，像李维的必杀转好了，咱们可以直接开。然后导演的必杀也同样转好了，可以开1个，只需要注意始终留1个必杀在身上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 BOSS 第2个技能呢，它是会给我们的德雷亚挂红圈，这个呢同样也没什么难度。当德雷亚身上出现红圈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注意把它给前移到洛克斯跟戴伦身边去。好，然后 BOSS 接着会落雷了，大家如果觉得自己的手速不太自信，就可以先点个暂停，然后把这个倍数给切换回1倍数，这样待会儿换位什么的时间就比较充裕了。好，然后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洛克斯有2层了，我们就移开，然后开大。然后接着呢，德雷亚跟导演身上有3层了，就把他们给移开。然后导演把2个必杀都打出去以后，再用仅1个必杀将 BOSS 给破核。那我这里刚刚的必杀用慢了，导致这里必杀还等了一会儿。大家正常打的话，应该是能够直接打出2个必杀的。好，破核以后，李维再释放必杀，然后这里我们只开1层背水，留1层不要开。如果开了，待会儿德雷亚会扛不住伤害。好，然后德雷亚正常的开出必杀输出，剩下刚刚放电的区域还有时间，我们可以把胡椒跟景也拉过来叠上3层印记以后再拉开。如果还想再高点伤害呢，可以把李维也拉过来锻炼一下。但效果比较有限，没必要。大家如果是90级的德雷亚，其实可以尝试一下把背水给开完，说不定是能扛住的。好，然后 BOSS 进入2阶段，他进入这个星辰幻境以后，我们把李维拉到这边中间来，然后再将边上的胡椒跟景也拉成这样的位置，然后我们就静静等到李维触发这个十字格伤害，将角色都给打醒，先打醒后边的，然后再打醒前边的。把角色叫醒以后，我们把德雷亚跟导演都给藏到 BOSS 身后去，胡椒跟景可以就站在原地，或者呢拉回刚刚的位置也可以，李维也是拉回刚刚的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接下来场上出现了这个4阶段才增加的这个回游种，效果是为他提供治疗以后可以削减 BOSS 的双抗，但是呢我们流血队因为没有带来，所以没有办法去治疗他，因此就不用管，就当他不存在就好了。好，然后 BOSS 开始放这个全屏的下雨，
这个呢，因为我们少开了一层背水，所以德雷亚是刚好能够扛住的。当他下雨停止以后，我们就把最后这个背水给开了，同时呢，去把破核技能都交了，还是最后去用景的必杀来确保能够触发新之伤。同样破核以后呢，就正常输出，等李维的必杀再次转好以后，我们开必杀，然后德雷亚也开必杀。就像现在这种比较空闲的时候呢，也可以用德雷亚的专脑去复制一下，确保待会儿在最后阶段 BOSS 破核倒地了，没有办法去攻击李维，我们也能够续上4层流血。好，然后后边也非常简单了，依然是 BOSS 会再次放他的蓝圈跟红圈，蓝圈依然是放在我们李维的身上，然后出现这个蓝圈，我们就直接把李维给拉开。而最后这次的红圈呢，会刷新在洛克斯身上，因为 BOSS 不会对他身后2个位置的角色释放技能，而洛克斯一开始呢，我们只吃了2层印记，所以呢，这次红圈在他身上呢，他就刚好去吃满第3次，刚好是能够把真伤给吃满。然后这次落雷之后，就是 BOSS 最后一次暴露核心了，我们直接进行破核。同样是用洛克斯先开必杀，然后导演打2拳，然后景来破最后2核。破成功以后开出背水，然后呢正常输出就好了。对 BOSS 身上的流血层数如果掉成3层了，那么就用德雷亚的专脑去续一下，其他就没什么了。我们分批其他队伍进。